最近呢，这个天狼星的师生音乐会结束，那刚好勾起一些我小时候在参与这个师生音乐会的回忆，可以跟大家来聊聊。那简短讲一下这个天狼星的师生音乐会新生报道。我们通常会在每年的2月的时候来举办，已经连续举办好几年了。那提供了这些孩子们一个演出的舞台，这个就让我回想到我小时候，我在这个高雄学琴的时候，那我的口琴启蒙老师茂永泰老师，他也是每年都会办音乐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管吹得好不好，那就有机会可以上台吹给家人啊，吹给朋友去听。那当然老师自己也会演奏几首曲子。那我每次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紧张啊，就是小孩子嘛，那没有上过这种音乐厅的舞台，非常非常紧张，但是上台又演的一副好像没有很紧张，所以我大部分的这个亲友来看我演出，他们都会说：“这个大敏，你这个台风在台上的感觉好像很好，但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非常非常紧张。”从小到一直到我加入乐团之后，乐团开始有很多演出，其实我觉得办音乐会，从小参加师生音乐会这件事情，影响我蛮多的。就是我觉得，像我是一个没有在学校口琴社的人，就是我从小就是在外面的才艺班，或者是我们称的这种团班课，去学口琴，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一起吹重奏啊，一起参加比赛都没有这种体验。那如果今天老师又没有办音乐会，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站在舞台，让他们站到舞台上给大家看到。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种师生音乐会的机会。那包含我自己所带的学校，即使没有自己的音乐会，那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成果发表。所以这是每年我觉得带学生一定要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蛮值得做的。很多家长会因为参与这个师生音乐会，他看到他自己的孩子的表现，他会很兴奋，他会很鼓励孩子多去学各种才艺，然后也会鼓励孩子多练琴。那甚至有时候他觉得孩子表现不错，他会主动的说问老师说要不要换好一点的乐器啦，或者是吹难度更高的曲子。然后你可以明显感受到音乐会对于学生跟对于家长其实的这个帮助都还蛮大的。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巅峰期的时候，印象中好像有1年办过2场师生音乐会，就是寒假暑假各一场，我记得好像有连续2年的样子，还3年。那时候老实说，对于学生的负担是蛮大的，因为学生对于我来说要花时间练，然后要准备音乐会的曲目。那当然通常不会只有吹一首，通常会有自己的独奏啦，然后跟其他一样是在团班课认识到的同学一起吹重奏。那这个练习时间又没有很多，通常就是一个周末的假日的一个下午，就是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去练习。但如果你是同间学校的这种四重奏的代表或者是大合奏的代表，你就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同学混在一起。但我从小就不是这种成长背景的孩子，所以每周末的这个下午就是练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半年就要准备一场音乐会，负担有点大。那其实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在
很小的时候就可以体验到音乐会的这种场合。我知道有很多学生是没办法有这种体验的。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比赛。那比完赛就也没有上过音乐会的这个舞台。那从小上音乐会舞台，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鲜的体验，就是因为我们吹重奏，那我们就要学习去使用音响，使用音响设备。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吹贝斯跟半音阶，所以我就要去练习怎么样去手握麦克风。那怎么样在贝斯口型后面挂了一个麦克风，你还可以正常的吹。你就要去练习这个不同的器材的使用。那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会因为没有麦克风，然后为了要练习这个口琴握麦的这个姿势，我还会特别去拿一罐600cc 的保特瓶，然后装满水，然后握在手上，去模拟这个麦克风然后手持的感觉。那我记得有一阵子有点走火入魔，就是因为要大量的练习，所以我那时候是装1500cc 的保特瓶，那很粗一罐，那个手根本就握不满的那一种。然后用那个去做练习，练习手部的肌肉，练习我手持麦克风的稳定度。对，那这个其实都蛮有趣的。就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说，如果当初没有这样练的话，应该就没有现在我。那我还记得我之前一开始在练这个扣的口琴的时候，和弦口琴，那也是因为表演，那家里也没有买麦克风，家里当然也没有麦克风。那我是拿那个我妈扫地的那个扫帚，扫帚，然后它不是都有夹的嘛，然后可以把一根扫把夹在上面。那我就把扫把夹着，然后对着那个扫把练习这个跳位。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很有趣因为现在当然你有自己的录音室，你不会拿扫把拿扫帚来当这个麦克风架。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音乐会就是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去体验到不一样的练习方式，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包含你在音乐会上你会使用到音响器材。那像以天狼星的师生音乐会来说，我们会帮学生架设这些音响设备，所以学生听到的这个音响的声音会跟自己在家里或者是别人调出来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体验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像我们乐团在舞台上演出会发出来的这种声音。你可以感受到说，哇，原来这个学生的声音是可以去接近于老师在台上演出的那种声响效果。所以就会激发出学生继续练琴的一些动力。那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有类似这种感觉。当我第一次拿 double bass 接上音响，那个发出来的那种非常非常低沉的这种声音是你直接吹口琴你是永远都吹不出那种声音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啊，而且记忆非常非常深刻。当然小时候的技术一定是不太好，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用分配你的力气，用多少力气会吹出多少的这种声响效果。不过其实每一次这种师生音乐会啊，对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学习，学习各种突发状况。例如你在台上伴奏带忽然跟不到了，你要怎么跟回来？或者是你忽然听不到某一个声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判断其他人的声音？这个其实都是学生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学习的。那包含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讲到音响课，音响相关的一些知识，你要怎么使用，好让大家真的有一天有机会到台上演出的时候，才不会惊慌失措。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师生音乐会真的是对学生对家长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老师准备一定是很辛苦因为你要教很多学生，要帮学生张罗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的。那我也希望未来在台湾可以有更多像这一种师生音乐会形式的演出那大家可以把这个口琴圈凝聚起来。OK， 拜拜。